这简直难以置信！吸引力法则居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用想法推动宇宙的概念，而是一套详细的操作系统。是的，你没有听错，即便你没有殷实的背景，你也有可能去逆袭致富。而那些常常能够心想事成的成功人士，之所以可以变身吸引好运的磁铁，全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高效的运作方法。这可不是凭空想象的，因为这套方法在过去100年之中被不断的验证和完善。所以今天这一篇我就来响应一下之前大家呼声很高的评论留言，详细的拆解13个吸引力法则的步骤，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方法，点亮财富的引路明灯，开启是无尽的人生改变的契机。我是 Stacy 木瑶，是一个从业15年的疗愈教练和领导力教练。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来分享1到2篇关于心理学、情感关系以及领导力的干货和小故事，让你用10多分钟的时间打开不一样的思维，将疗愈的智慧和神经科学注入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在之前吸引力法则拆解的那支视频里面，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详细的吸引力法则操作方法，包括了13个步骤。那么这套体系的来源其实是一本了不得的书《思考致富》。为什么说这本书了不得啊？我们先来看一组关于这本书的数据。1937年出版，被翻译成26种文字，在34个国家畅销至今，全球销售超过6000万册，位列商业周刊畅销书排名第9位，号称改变了3亿人的命运，与人性的弱点、积极思考的力量并列为3本跨世纪的成功经典。那么作者拿破仑希尔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的创造者。现在全球人口差不多是78亿人吧，也就是说这本书它影响的人差不多是全球人口的4%，可以说影响已经非常非常巨大了。在我们拆解这些详细步骤之前，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作者拿破仑希尔这个人，因为拿破仑希尔是我的偶像，而且我觉得拿破仑希尔的一生还是很传奇的。拿破仑希尔于1883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尽管家境困难，但是母亲一直激励他去追求成为一个大人物，做出伟大的成就。这样的教育使拿破仑希尔从小就坚信他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年轻的时候，拿破仑希尔在杂志社工作，因为一个机缘巧合，他去采访了富有的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采访结束的时候，卡耐基向希尔提出了一个邀请，去完成他人生的一个梦想。于是开启了希尔去寻求人生成功法则的道路。在卡耐基的授权下，拿破仑希尔用了25年时间，采访了500多位当时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并且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致富秘诀和成功哲学。这些人里面包括了卡耐基、亨利·福特、爱迪生等等。他的研究是细致入微的，他利用25年的时间，终于整理出了13条成功白金法则。这些法则呢，就成为了《思考致富》这本书的核心。拿破仑希尔的影响其实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个作家的范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啊，威尔逊总统曾经用拿破仑希尔的励志秘诀来训练和鼓舞士兵，并且筹募军费。1929年经济大崩溃，当时美国人民陷入了一种对经济恢复的绝望之中，所以1933年的时候呀，罗斯福总统把拿破仑希尔请进了白宫，帮助他去主持著名的路边谈话节目，唤醒美国人内心沉睡已久的信心。所以可以说啊，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定律为千百万寻求成功之路的人建了实现梦想的坚实阶梯。在美国政商两界中，可以说金钱和权力的成功角逐者里面，没有谁没有受到过拿破仑希尔的影响。因此啊，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那么你可能要问啊，拿破仑希尔和吸引力法则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现代吸引力法则的研究者们通常是用这句话来描述两者的关系，也就是 Napoleon Hill's 13 Steps to Use Law of Attraction。 换言之啊，其实拿破仑希尔在思考致富中提到的13个步骤，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践行吸引力法则的13步操作指南。因为谈及吸引力法则，很多人表示他能够理解意识是多么的强大，但是意识的理念要如何和实践相结合，达成知行合一呢？这个往往是一个难点。所以我们
们可以认为，当我们把拿破仑希尔的法则吃透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现实世界和梦想世界之间成功的建起一座桥梁。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这13个步骤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这个话题并不简单啊，有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一辈子都在研究这13条。那我自己在跟学员讲课的时候，有把这13条拆解成24个课时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说最精华、最重要的部分，给大家一点吸引力法则实战的感觉。因为说的会比较详细，我们可能会分为上下2篇来给大家把这些都说透了，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实际的运用起来。第一步，欲望。谈到欲望，大家可能会觉得情感上比较复杂哦，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会觉得，好像一个人他如果太过于 aggressive 的话，长辈们都会跟你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样不好。但是其实吸引力法则的起源就是你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的会让你产生无限动力的欲望。欲望就像是机车的引擎，没有它，人不会往前。有时候我们会说那些成功人士是本身就有能力的，所以人家才会有野心，才会有抱负。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因果是相反的。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内心的欲望，他们才能够激发出强大的能力。就像小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要努力学习，我要去上藤校，我要去读哈佛。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梦想，才会催生出我们不断的努力，最终训练出自己能够进入这些梦想大学的能力。所以欲望是能力的显化石。当你的欲望拉高了1分，你的能力就会10倍的显化。同理啊，不要再说什么自己没有能力了这样的话了。你要去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对于梦想的欲望不够强烈？你是不是不够渴望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而当你能够激发出内心欲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自律。你会用强大的追求去战胜自己想要在眼下躺平摆烂的及时性舒适。欲望也会让你更加的专注。以赚钱为例，你一旦开始想要赚钱，那么你的脑子就会开始自动运作，那些与赚钱无关的垃圾信息就会自动的被清除出去，而那些与赚钱无关的行为，你也会自动的放弃掉。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用心就好了。你的脑子、你的行为会自动的来帮助你显化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你感觉不到一点辛苦，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在这个步骤里面呢，拿破仑希尔也分享了一个将欲望变成财富的6步法，大家可以去尝试操作一下，我自己是亲测好用的哦。步骤1，心里想一个明确的数字，比如说今年我要赚到100万美金。步骤2，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确切的写出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步骤3，定下一个具体的日期，当做你拥有那一笔财富的截止日。步骤4，打造一套实现欲望的明确的计划，并且开始行动。步骤5，写下一份简明扼要的声明。步骤6，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声地诵读这份声明。第2步，信念。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你的目标就毫无价值。我记得我的老师，著名的吸引力法则大师 Bob Proctor 在他的课上说过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啊，那就是阻碍你成功的从来都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你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那个部分在妨碍你。所以缺乏坚定的信念就会成为你心想事成之路上的绊脚石。信念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它能够使人们坚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尽管可能会面临种种的困境和逆境。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做到，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不妨来尝试一下下面这个3步法。第1，向自己重复你的目标，就好像它已经发生了一样。拿破仑希尔说过，你最终会相信你对自己重复的话，无论它是真是假。第2步，用积极的情绪去强化你的思想。比如你的梦想是在今年年底可以换一套梦想中的房子，那么当你拿到房子钥匙的那一刻，你的心情会怎样？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之下，你会说一些什么？你会做一些什么？你的身边会有哪些人和你一起分享你的喜悦？就像拿破仑希尔说的，被积极情绪支配的心灵会成为信念最喜欢的暖床。第3啊，就是你必须表现得像你已经实现了目标一样，去欺骗你的潜意识。然后你对自己说，如果我已经实现了目标，我今天会做哪件事情？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放手去做吧。这个就很像我之前在心灵鸡汤的创始人 Jack Canfield 的那个课上看到过的一个3B 循环圈的模型啊。这3个 B 是 Believe, Behave, Become， 相信、行动、成为。
其实这个3B 它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如果说你只有 believe， 你只有信念，但是你不去行动，你就会被毫无改变的现实无情的打击，最后你的信念也会崩塌。而想要让你的信念不断的增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积极的行动，因为你的积极行动必然可以带来你生活中的变化，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是这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可以让你更加相信自己拥有能力去实现你的目标和愿望，从而让你更加自信的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此，信心不足的时候，其实最好的破局点就是立刻行动。第3个步骤是自我肯定语。我们都知道人的意识是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2大块，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很像一座冰山。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意识的部分是水面上的那个差不多10%的部分，但是真正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造成巨大影响的，其实是水面之下那个决定了我们90%行为的潜意识的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潜意识的力量激发出来，那会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而自我肯定语就是一个能够触达潜意识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这里呢也有一些实际操作的小方法。首先，每天2次对自己大声地说出你的一些主要目标，就好像它已经实际发生了一样。你要用语言明确地表达出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你计划如何去实现它。为了让你对你的目标深信不疑，你可以尝试把这些句子和积极的情绪结合起来。因为如果你只是干巴巴的像背书一样那么你将不可能去触及到你的潜意识。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目标是在10年之内赚到1000万美金，那么你必须每天重复你的目标。这个月我会积极的工作，并且进行优质的投资，这样到2033年我将会收获1000万美金的回报。我会用价值投资的方式来挑选优秀的公司，我会把握我事业上的一切机会。然后你可以选择在每天早上起床和临睡之前各重复1次。在重复的时候你需要感受到获得1000万的时候你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如果你已经拥有了1000万美金，你会如何去度过你的生活？当然这就是一个例子你也可以换成任何你想要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找一个优质的伴侣，进入你梦想的公司等等。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合适的自我肯定语，可以来找我领取肯定语的资料。这里呢也有一些推荐的日常好用的肯定语哦。记得在重复这些肯定语的时候要搭配积极的情感，千万不要忘了哦。第4个步骤，专业知识。我曾经有很多学员都被学历困扰过，他们觉得年轻的时候因为玩心太重，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很多好好学习的机会，导致自己没有进入名校，可能自己线下的人生也因为学历而受到了拖累。但是其实冰冷的不能被运用的知识所组成的一张学历证书，永远都不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换言之，只有经过你的组织和加工，和真正能够运用到你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知识，才是你真正的力量。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目标是早日实现财务自由，那么学校里要求你去背诵的一些历史朝代年表，对于你来说真的没有很大的帮助。相反，如果你阅读了一些投资书籍，参加了创业类的课程，阅读商业新闻和年度报告，那么可能会真正的帮助你朝向你的目标迈进一大步。你必须不断的寻找与你的主要目标相关的区域的更多知识，因为成功人士永远都不会停止与其主要目标、业务或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比如查理芒格、沃伦巴菲特和莫尼什帕普雷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去阅读书籍和报纸。据说巴菲特每天至少要花5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书。那么你的阅读时间又是多少呢？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吧。第5个步骤，想象力。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源于想象力，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都在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新的现实。比如乐高玩具、Coca-Cola 这些伴随我们每天的畅销产品，其实最初都是诞生于一个想象的概念。想象力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能够在你的脑海中构造一个未来的愿景，它允许你看到超越眼前的事物，帮助你计划和创造你的梦想。通过想象，你可以克服内在和外在的障碍。通过反复想象克服困难、战胜挑战的场景，你将能够培养你坚定的决心。
提到想象力啊，就不得不提到可视化 visualize 的概念，因为可视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我们想象力的工具，它就很像头脑中的一个 cosplay， 让你可以看到未来，去体验那个目标已经实现的版本的自己。而可视化的原理啊，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当你进行可视化练习的时候，你的视觉皮层会被激活，与你肉眼看物的过程几乎完全一致。功能性磁共振现象 fMRI研究表明啊，我们大脑记忆过去场景的方式与想象未来的工作方式极为相似。除了视觉处理之外，这也包括了属于人脑中默认模式网络 DMN 的区域，这是一个大脑的区域系统。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内部而不是外部环境的时候呢，这些区域就会协同工作。简而言之，真实体验和想象体验之间的大脑功能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组肌肉力量的对比实验，两组人的手腕都被束缚无法移动，一组人可视化每天进行力量练习，另一组选择躺平。结果4周之后，可视化练习那组的肌肉损失强度比另外一组少了超过50%。就像拿破仑希尔在书里说的，如果你能够想象它，你就能够创造它。那么今天啊，我们先说这5个步骤，剩下的8个步骤我们将留到下一次视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欢迎点赞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可以和你一起成长。如果你对于心理学、情感领导力和关系范围内的新思维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啦。